大家好，我们开启本期视频的分享。那本期视频还是分成2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对各大指数的一个走势做一个分析，以及对下周本身各大指数的一个看法和展望。然后在这部分呢，我们也重点去讲一下，因为这周本身 A 股也好，美股表现，特别是 A 股表现的是非常精彩的。然后我们去重点去分析以后，其实它这背后的一些逻辑以及对未来走势的一个重点影响可能大家也会重点去看一下。那美股这块呢，实际上也更多的是受制于本身消息，包括 CPI 相关的信息的一个影响，可能本周走出的一个走势也比较纠结在这里我们也重点去分析一下。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去分享一下一些重点个股吧不管是7巨头也好，是我们以前提到的一些资源类的股票，包括航空航天那些股票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到时候给大家去分析一下，好吧？好，那我们开始第一部分的分享。那第一部分呢，首先我们看一下本周美股的表现那本周美股其实整体上表现还可以标普跌幅是 0.34然后纳指本周的跌幅 0.66道指实际上本周应该是跌的少一点所以整体上都处于一个小幅震荡的这个过程在上周的视频里面我们去讲到了。那在上周本身整个视频里面，实际上就说这个是趋势线，实际上如果穿过本身的压力位6910这个位置，其实我上周说6910它只是在周一的时候去冲了一下周一的时候冲了一下那冲了基本上期限点附近，可后就停住了，然后在周三的时候还有一个大幅的下探然后当时人家所有的收盘线都在趋势线之上这实际上也可以确定，就是6910这个支撑位是有效的，6910的这个支撑位有效的待会我们去讲一下下周的这个情况。标普目前的情况实际上就是处于一个震荡情况。其实在上周整个的这个周的那个行情分析里面，其实我们也讲到了就是说我预判就是说2月份本身标普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就是月度的基本有5个点的这种跌幅的一个调整，在2月份的时候所以说实际上到现在，实际上到下周实际上也就2周的时间了，2周左右的时间，实际上可能在这个地方横盘完了够把7000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去摸一下7000，因为实际上已经在7000附近的这个位置上一下破一下，然后就把6910再打掉了，可能就要进入下一个调整的阶段了，好吧？所以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我在这一天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建议大家去做了一些控仓就是仓位实际上控制。现在美股的仓位可能原则上有低于50%的仓位就是在这个高位，其实你怎么做都不是特别舒服，好吧？那与其这样，我不如说等一次机会就是机会是等来的，机会等来。当然，你之前如果去做了存储险板块或者是商业航天这板块是可以的，包括前面说的贵金属和锂矿一些资源类的股票，那是还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是做7巨头相关的一些科技股，其实除了美光，除了芯片相关的东西可能会好一点其他的其实你的收益都不会很好基本上应该也都是跌的，因为周跌幅基本的还是收跌的嘛然后纳指即使走得更差你看其实我在前面也说了，它这个平台23000、3600这个23060这个平台都没有过2360这个位置，2370这个位置都没过就下来了。所以实际上可以看到，就是说纳指走的比标普还是要差一点还是要差，它这个高点的没到然后基本上会进入调整状态，还会进入调整状态。包括你看前面的一些成分股，比如微软、苹果其实都跌的比较狠现在卡住，包括 Meta 其实都跌的比较多都跌的比较多，所以这个指数好不了。那我判断时间是下周它可能还在继续下调了，继续往下走因为周一其实是有休市的。其实我们重点给大家看一下周一Intel、奈飞的财报的情况如果财报不及预期，其实对纳指事业会有比较大的拖累奈飞呢实际上是主要是开始看它的这个增长到底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其实当然奈飞本身已经在底部了其实很早之前我就已经说了，就是奈飞一定会见8的，就8字头见的一定会见的，现在已经只有88了所以这个位置保持谨慎吧，保持谨慎。其实并且现在市场的风格有点变化，就说现在
其实你如果能看上周本身美股的一些走势，就知道现在大家更多的去分成了2极分化，要不就是做一些本身 AI 硬件相关的、确定性利润很好的一些板块和个股，比如我们刚才说了美光啊、SNDK 闪迪啊等等这些股票包括这周其实 AMD 和英特尔也涨了，都是板和硬件相关。那本周其实另外一个方向呢比较强，就是软件，就是比如说 APP、PLT 啊，其实本周都跌的至少有3-5个点跌幅都不小的就是硬和软本身在两边的这个受益值，就是受欢迎程度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那要不仅就是说本身做前面说的商业航天相关的一些股票那其实那个是虚无缥缈的待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 ASTS 这个股票，20个月涨了60倍20个月涨60倍，那你这种股票明年拉锯嘛，对吧？是吧？所以实际上在风格上比较飘逸所以在这个位置让大家去做一些谨慎的安排是没有错的那我们再看一下香港指数，其实恒生本周还是有2个点的涨幅恒生其实走的比恒生科技是要强一点你看恒生快到新高了，但相对于标普相对于标普来说它还是弱的，标普因为已经不停的在创新高那恒生其实从去年10月份以后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创新高10月份以后就没有一直在新高，但是它已经很近了它实际上离高点可能也只有2-3个点的空间就够了因为已经到了27000附近了，因为本周附近实际上已经到了27000附近了，其实很快到738这个位置所以实际上恒生指数组的长一点就和标普和纳指一样你们再看一下恒生科技，那恒生科技离6700还早着呢，对吧？离6700还早着呢，离6700至少还有10个点的空间至少有11个点的空间，好吧？然后下周本身我觉得恒生可能还是继续往上但实际上只要19号本身的这个内地的 GDP 的数据公布，包括工业生产总值的一个本身数据不是特别差，那把这个高点打掉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就恒生指数还是往上走的。那恒生科技可能走了慢一点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周五本身中概其实都是大跌的，所以其实对恒生科技会有影响对回升科技会有影响，包括对恒生指数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逐步向上了的这个势能还在它顶多去回踩这个平台5700这个位置顶多去回踩一下这个包括了恒生，其实它要回踩这个位置就2650附近好吧。但是如果19号本身的数据还可以的，基本上还是可以往上冲走就周一我们重点看一下好吧。我们再看一下 A 股吧，重点可能讲 A 股，因为 A 股本身看连第二周的本身的这个交易时间是跌宕起伏实际上到周一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冲到4150以上了在上周五四比你说了4150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口最高也就是4180附近4180附近就开始打了那这里面实际上是如果真的是按市场自己去走，其实这波冲破4200还是大概率的复读这个数据可能是有点的问题这边高点应该是41794183附近好像是，就正常情况下冲到4200可能还是不错，还是不可以。但实际上在应该周三开始那国家就出来干预了，就是重点要去关注这次本身的信号，因为这次本身确实走得太快了一波17连阳，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最低点是个3818，直接干到快4200基本上这一波干了将近400点，是350点以上，就是指数直接涨得快10%，这一波指数快了涨了8个点，短短的2-3周吧，这把1年的涨幅都快涨完了，至少半年的涨幅吧。因为1年涨15个点，半年涨了15个点，7个点8个点，结果2-3周干完了，3周就干完了。12月17号到现在1月17号，最低点的直接可能就1个月时间了，1个月干到8个点，这谁受得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月度涨幅很恐怖。但在这里面实际上我们要去讲一下
其实第一个，从国家去呵护本身指数的角度来说，它是没有错的，它是没有错的啊。本身你看最后成交量都是快4万亿了，4万亿，然后融资额到2.6万亿以上，其实这个占比也不小了，应该都创了历史的新高。所以怕之后涨得太快，融资盘之后多杀多，其实会去引起本身的恐慌啊。然后第二个呢，实际上大家如果关注的就是周四周五ETF 的巨大的成交，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比如说国家队空谈了，37年买了至少15000亿吧的 ETF， 在周五的时候，周五一天的成交是在7000亿7000亿的。然后周五的时候，您有看一下沪深3.0 ETF， 周四的时候才300亿，卖了300亿周五大概是光对打应该是卖了500亿就至少在这2天卖了，因为这只是沪深3.0那就看一下，比如说山寨500 ETF， 还有科创板 ETF， 还有中德100 ETF， 其实都卖了。那这些数据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查一下。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第一个，国家有托底；第二个，不想涨得太快。所以这里好的最好的状况是什么呢？下周可能再去调一下。其实最后其实你可以看和这一段很像冲得太快，这一波冲快，然后什么开始向杀回踩，最后所以这波的支撑在哪？4030支撑4030，又到冲击前可能最后的走势就是4030到4190，就是4002附近这2个区间震荡，最后我们可能就走成这一段这一段好吧，这个这应该是3700附近3730到这一段三结金到3.9或者是到这一段，这2个区间差不多这个区间是差不多的，应该是6到8个点的空间，指数6到8个点的空间在这个位置，好吧？就是在这个位置不用太担心但是你可以看一下这次涨的是什么，后面是什么？周四周五涨的是什么？和燕和科技相关的芯片半导体相关的。当然芯片半导体相关其实和周五之后本身出的一个结构性的降息有关。但是你在这个位置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国家实际上在去年的时候就讲过，就指数它只允许慢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实际上是航科的概念，含金量航科的占比提高，要达到30%。第三个，其实它还提到了长线资金，就是这一波开年的时候，肯定就是有一部分险资大幅买入了配置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保险其实在开年的时候2天应该都涨到10%平安人寿这些东西可能都是相互买的。这个保险资金其实现在在这降息以后，其实1年的第七都低于1%了。那这以前其实它都要配置既然在比如说只有周五的时候，你想想，如果对打卖了几百亿、1000亿都有了接在这个位置第一个其实你要表明带着队长态度，第二个就是在这个位置谁接走了这些筹码，对吧？你散户或者游资肯定接不住肯定是机构加险资去把这些 ETFs 不管是沪深3.0 ETF 或者 A500 ETF 是他们接走了。然后在他们接走的时候，那第一个就是如果真跌下来，对打再有筹码去接再去护吧。比如真的是跌到4年3比的时候，那对打可能又去拖一下。我在这个位置第一个建立预期因为最好赚钱的一段已经做完了，千万要有及时的改变思路最好赚钱的这一段时间过了，后面你一个月比如说涨好2-3个点、3-5个点就够了。你这一个月涨10个点，我觉得整个市场10个点或者20个点，你不能指望每个月都这样不能不能指望，这实际上才半个月实际上半个月，你从12月17号到11月17号，那这一个月但因为大部分实际上这后半段吃到的，那前半段可能还半信半疑前半段还得半信半疑。这比如到3天9以上的时候，在阶段吃到的那你这吃一段可能吃10个点、5个点、8个点，还是15个点、20个点，后面一个月你可能只能吃到1个点、5个点了，3-5个点够了。所以在这地方降低预期，然后选好一些个股，好吧？创业板其实因为上证即使把所有的走势基本都把它演绎出来了，所以创业板其实在这个位置不是买创业板 ETF 的好机会真在下杀的时候，就是后面如果真是队长要买的时候，你去买它
这个位置买创业板 ETF 不是特别好，但是它如果真的回踩，你看在回踩的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我真是又在回踩的这个位置，你可以再去买一点，好吧？啊，好，那第一部分我们讲到这啊。其实下周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叫什么指数呢，就是 A 股，我觉得我还是偏谨慎乐观吧，谨慎乐观，这个可能还是在回调和震荡中间去走，当然也要看消息的发酵啊。也就周一本身 GDP 的数据，估计生产总到底怎么样？但是这个地方你不能再大胆了，再大胆会出问题的啊！等等，估计更严厉的措施会出来啊，比如加印花税啊什么之类啊。还有就是对打有的那么多筹码，你真要随便砸给你，对吧？但是真要随便砸给你，但是这里也能看出来本身国家呵护股市的一个决心啊，国家呵护股市的决心，并且这有日可能也真的是要去。最近可能有日太火了，因为赚钱效应太好了啊！上海寒天和 AI 应用一把可能1年的钱或者半年前的转完了。好，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啊，重点个股的分析啊，重点个股首先看一下 Google 吧。Google 实际上是我在周五说的时候也说了，就是它要基本上回踩328的这个位置啊，基本上回踩一下这个，然后下周可能这个趋势线会涨上来啊，这个趋势线会涨上来啊，就是到328附近啊，就是这个位置基本上大概率会能撑住啊，这个位置会撑住过后再往上啊。那本周其实谷歌表现也一概啊，本周其实微涨了0036，其实最高也能冲上了4.1万亿啊，在这天冲了4.1万亿的市值了。本地我们说的最高市值越来越近了，所以谷歌长期看好啊，买了就不要，有空可以自己做个 T 啊。没空本就拿着啊，谷歌还是比较稳的。再看一下特斯拉，那特斯拉本周其实跌幅也不大啊，还是有1.69啊，1.69的跌幅。特斯拉在这个位置还是震荡，还是要震荡。45没有站稳之前啊，下周可能变成了40年啊。45没有站稳之前，其实它都在处于一个震荡调整，它现在的区间就在435到45之间震荡。那我觉得可能下周也会慢慢的会选择方向。我还是在26年还是比较看好特斯拉的啊。英伟达，英伟达其实本周应该是有0.74的涨幅，但其实英伟达这地方走的比较纠结啊。好，我在上周也讲过了，它应该就在这个区间里面去呢，692到这个170这个区间里面震荡，你可以做高抛低吸或者是持有，好吧？包括周五有人问我要不要去卖啊，其实我当时说，如果你有好的标的没卖，你没有好的标的，其实它也就1个点2个点的空间，看你要不要去做啊。Meta 上周我说我已经不看好了，那本周其实应该跌幅不小的本周又不跌的跌幅，好吧？上周我已经说了在这个位它就走下降趋势了，明天还有可能还再去挑战这个地点在这个地点的后有580这个位置再跌破600以下那可以再做一次，再可以考虑出来，只要在这个位置撑住这个位置撑住苹果一样，我上周也说了，可能还继续调整本周有1.5的跌幅目前很显然呢，就是周级别的调整出现了苹果周级别的调整出现了你可以看一下周级别的，在上周实际上是大卖的时候不要，因为现在趋势线周趋势线还没有完全转向，马上下周震荡应该是转向，它要转向，它不是一两天就能回来的，周 K 转向不是一两天就回来的，周 K 呈现至少如果是按6到12个这个基线的话，6到12个基线的话，也就是说它至少要挑战2个月，好吧？并且存储和内存的涨价，其实对电子行业是有伤害对手机，明年你看苹果新款，你看会不会涨价？微软其实在上周我说我不看好包括我在联动里面，其实我对微软本身联动涨幅的也是一般我认为，并且如果说这个趋势线在下破这个平台，会有一波再继续的跌幅但是因为微软本身的波动不大1-2个点波动但是本周你看微软单周跌了4%这个也是比较少的，也比较少见的
所以可见现在应用其实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认可啊。就本周在美股应用实际上是不是特别好的？不过再往下跌的话，你要看一下周线啊。周线呢，实际上已经调整了很久了，但是再下来的时候，它是要到，因为第一个它450其实上已经它去摸到了啊。如果不行的话，它再去这个位置啊，好吧，400的位置，好吧，那时候长期趋势线也走上来了，好吧，就看它这中间能不能撑住，好吧。但是以下叫什么？周 K 记住 MACD 进了连轴，但是嘛，这连轴就拐头了吗？还没有啊。看在这一段，如果在这一段的话，它还有前驱还在下来的，并且还有什么？这绿锯子放大了啊，不是好事啊，这不是好事啊，表示第一次未进，第一次未进。亚马逊可能相对来说，对他们几个走的稍微好一点，但是本周的跌幅也不小啊，本周有3.3%的跌幅，好吧，可以看到，然后并且基本上已经跌到刚才说到230、239这个附近的这个支撑了，跌到239这个支撑。那下周看看它能撑住啊，撑不住还要继续往下，239的位置要撑住，撑不住可能要往下了啊，往下就到什么221这个位置啊，附近这个位置。奈飞，其实我上周也讲过，奈飞错过了很好的一个反转的机会，在这个位置本来下面一个平台支撑的，在这段我也做了，跟大家说过了，但实际上奈飞选择了向下啊，所以重点看它19号的财报吧。但因为19号美股本身休市，所以看了财报过后本身的反应的啊，我个人看的，在这个位置实际上是呢稍微财报数据有一点点呢反转啊，对奈飞都是比较好的。包括昨天看到一个报道，国内唯一有一只辣子基金是绿的，就是重仓了奈飞和蔚来啊，就是辣子整个去年的本身的这个 ETF 收益啊，就唯一一个绿的，就是因为他买了奈飞和蔚来啊，导致整个的市值就是净值实际上是负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好，这是技术头的表现。我们再看一下还有芯片吧。那年度展望里面讲的最多的实际上就是存储板块。那存储板块里面实际上是美光继续强劲啊。第一个和行业相关，第二个还有自己个人的7亿工厂这个消息啊。美光在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是调整吧，调整一下再进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老丫头张嘴的快速的阶段啊。那如果再回踩，可以考虑然后还有就是 SND 可以就闪低闪低这个位置一样但是在这个闪低实际上有点疲态，涨得太快了。大家可以看到嘛，从200多涨200涨到420、430，那也就能3周吧，就3周。你看这是什么？12月10号，就1个月时间翻倍了。这个地方才是嘛，才190啊，翻倍还不止了，翻倍还不止了。这个位置，怎么说呢？一直看好，但是确实只做了2波，过后就下车了。找机会，如果再有调整的时候，还是买回来吧，并散。再看一下贵金属吧 ，FCX 是个这个股票这个股票实际上我在这个地方收了，那这个地方收了，年度展望里面是细了然后也没有做它，那做了SQM 在这一块做，好吧，在这一块做，那在这一天的时候应该就是卖出了最高点也有卖到，赚了10个点不到吧，10个点不到，赚了6个点还是。那雅宝也是一样雅宝也是1亿雅宝基本上也可能会调整一波这2波，包括铜可能受本身周五因为那个报告的影响然后再看一下商业航天的吧。商业航天里面其实2个股票我都有讲过，这 Yorkade 包括 Artis 这两股票时间是什么？是上次在车上就等
RTS 其实如果真正能回踩再回踩100的时候再开机接啊，因为这个趋势线会上来，然后去在这地方再回踩一下做个平台，好吧？所以如果再回踩的机会可以考虑啊，并且真正的大小面看似1844 Space X 本身还没有完全那个消息还没有出来，后面还有一波，包括3月份本身内地的本身的一些航空的发射，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股票这个股票是能源股票当然这跌我接了，然后昨天我是出了，后面还可以去做这个位置实际上就16扣5这个位置实际上是一个支撑位等这个趋势线上穿以后还有一波行情然后这个股票就是 Roblox 也可以微调场上站稳，然后这个趋势线向上87附近87附近如果这个趋势线上来个后短期回调2天到86、85附近可以考虑切一点但是以这个线周围指上84周围指上，好吧？那中概其实周五都是比较多的调整中概周五都是比较多的调整。但这两天其实我当时跟大家说了最好的走的时间是避战那这一波避战走完了，现在不是让你去追避战这一波其实你看从25直接涨到3325直接涨到33应该有30%的涨幅有30%的涨幅，那其实短的也就2周左右吧。等它回踩在这个位置再回踩，因为这个趋势线往上大概还在34附近我价的34附近可以再考虑出第二波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两波本身的资金这两波资金并没有完全出尽这两波资金并没有完全出尽比如说如果你再回到34的位置还可以考虑我觉得还有这是 A 栏 B 栏调整的 C 栏最大的一个那有可能涨幅可能会更多再看一下88周五的时候实际上是回踩了这个164.5回踩了164.5这个位置如果下周在这个位置横住是接上的好，我觉得我可以，因为我周五是在165附近买了一点点买了一点点只要它在这个164.5这个位置横住164.5这个位置横住等这个趋势线上来，因为短期它涨幅还是不小的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周涨幅应该不小，周涨幅有10个点好吧，周涨幅有10个点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一天实际上涨到5个点，然后第二天讲第二点这一天实际上涨到10个点好吧，所以实际上它的涨幅不小，不要看它走得很难其实那天我也分析了，在上周的时候也分析了，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它下跌都是收量的，上涨都是放量的，说明是有资金明显在运作好吧，你可以把它放大来看比如说这是跌的，然后这是放量的，并且你可以看它的百分比可以看到百分比其实上周的视频呢我专门给大家去讲了，大家可以去回看一下，那你就知道在这个位置其实在这个位置不用太纠结并且我觉得到43年吧，就4月30号把这个高点打掉是大概率192.67打掉是大概率，大家可以看一下到43年的位置把它打掉是大概率有事件好吧，所以在这个位置不能横住，趋势就脱离了一个底部平台这个平台就是150这个附近的这个平台，就145到150这个平台你看最多跌到146对吧，那就向上移了一个台阶好吧，移了一个台阶，然后你再看一下周线有什么回转的趋势好吧，回转的趋势 MACD 都没有下紧走在这位置反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不是有点像好吧，好，大家都有一份期待好吧，好，那本周的视频分享就到这好，谢谢大家。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记得求关注、求点赞、求评论、求转发，给我们1键3连哦。本期视频就是这样，谢谢大家，拜拜。